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 iPhone 相机怎么设定跟怎么使用它。因为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观众都是新的 iPhone 使用者，不管是这一次升级到新的 iPhone 12啊，或者是从 Android 换过来，或者是从比较旧的 iPhone 6、iPhone SE、iPhone 5之类换过来的，发现有非常多这样的人，所以我也收到非常多的留言问我说，新的相机界面设定怎么使用它会比较好，或是应该怎么用？那我就先预想这个是一个很多人完全都不知道，或是都不太知道的情况下，那我就从设定方面慢慢的把它一个一个讲清楚，就是还是抓在一些比较重点的，然后在拍摄的界面上也跟大家清楚的解释一下每个界面每个地方设定是什么。OK， 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订阅频道，然后按下小铃铛，然后按赞跟分享。好，那首先我们先到设定的画面，那就到设定里面滑到下面选相机，那进去就有非常多可以选择。那我大概针对几个重点。OK， 格式的部分你先进去，那这边有高效率跟最相容，我基本上就是选择高效率，因为基本上它会压缩档案，然后它占的储存空间会比较小。那在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最相容？譬如说你有很多影片要输出给别人啊，或是家里有不同的装置的人要使用的时候，你不太确定这个苹果压缩的格式是不是在每个装置上都可以使用。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你可以先两个都拍拍看，然后输出或者是分享到你需要分享的人或是装置上面，看看他们对这个格式有没有办法使用。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又需要用这种方式去分享拍摄的话，那你就是选择最相容。然后下面照片截取的地方你可以看到 Apple Pro RAW， 那这个就是新的功能，那就是在12 Pro 系列上面才会有的。那这个就是它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它会存一个 DNG 的档，那这个就是 RAW 的档，它就会保留照片里面最多的资讯。那不管是在动态范围啊，或是一些暗处亮处的细节方面，这种时候你事后要去做后置的时候，更可以去做调整。那很多专业可能比较喜欢拍照的人，他会喜欢有保留这样的格式，然后事后可以再去玩它。那一般人的话，我觉得不太会去用到，可是你可以先预设开启，因为你在相机拍摄的界面之后，你还可以再去选择要开启或是关闭它。那如果你真的要使用的话，你要知道就是说它一个档案的大小会大约25个 MB， 算是蛮大的。好，那再来我们选到录影这边，那这边有这边帧数啊，还有它的画质的选择。那这个你应该对这些都很了解了， 4K 就是最好的画质。帧数的话就是它每一秒拍摄几格，那我喜欢的话是24格，因为我觉得它的动态感觉比较像电影。那如果你喜欢60 frame， 比如说你要拍摄小孩运动啊，或者你事后想要把这个画面再放慢的话，那你可以调到60，然后显示 PL 格式这个就可以先不用管它，因为一般不会用到它。好，那在 HDR 的影片的话，就是如果你要使用就是包含杜比世界这种10位元 10bit 的高动态范围的影像的话，你就要开启这个 HDR 的影片。那目前其实有一些社群啊，或者有些地方你分享这样的影片过去是看不太出来的，它整个画面会变得很淡很白，或者是你其实看不到这样的画面。那你可以看你平常最常分享，不管是 Facebook 或者是 IG， 现在分享上去看起来的画面是不是你要的？那其实有越来越多社群开始为了这个在做更新啊，所以我相信在也会支援的也越来越多。那我是预设把它开启，你可以看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自动 FPS 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可以把它预设开启。那就是说你在光源比较不好的时候，就算你是选择用60帧去拍摄，它也会为了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画面，它会把它降到24帧。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也不要去了解它后面什么快门速度什么有的没的啦。那就是说它在光源比较不好的时候会降到24帧，那这种时候它就不会以60帧去拍。这种情况下，至少还是可以捕捉到画面，不会为了去保持它的帧数而变成暗暗的都看不到。好，那录制慢动作这边也是让你去调整帧数而已，可是等一下相机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做调整。然后录制立体声这个我是预设开启，然后保留设定就是在你平常相机里面去跟动设定的时候，那你在切换 App 的之后，你还要不要它保留你在里面跟动的设定？那这个就是看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做调整。然后相机模式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选择录影，然后你之后手机可能进入睡眠再开启相机，它还是从录影开始。那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你可能就是一直只有拍照，或者一直只有录影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开启。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关闭的话，它就会自动每一次预设你开启相机都是拍照的模式。那再就是连拍使用调高的音量钮 ，OK。那如果你是从旧一点的 iPhone 过来的话，以前是按下荧幕上那个快门钮，它就会进行连拍。可是现在新的 iPhone， 你按下快门钮的话，它会进行录影。所以如果你想要预设另外一个钮进行连拍的话，你就可以开启使用调高音量按键进行连拍。那扫描行动条码就是 QR code。
OK， 好，那格线这个我预设都是开启，我喜欢有格线。那等一下我来解释为什么。那前置相机翻转就是在前置相机有时候你自拍在画面看起来是一个样子，那可是你事后去检视照片的时候看起来会是反过来，而其实这个才是你真正相机拍到的样子。那你先前看到的画面，它只是为了让你取景更方便。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让你事后看出来的照片并不是你很满意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开启。那检视观景窗外的区域，那先前在 iPhone 11的时候，它有这个设定是说可以截取观景窗外的区域，那现在这个功能被阉割掉了 ，OK， 那现在就只能让你检视观景窗外的区域。那之前这个是要关闭才能进行深度融合的截取，那现在这个开启，因为它只是让你检视外面，它不会进行每颗镜头去拍照，所以你可以把它预设开启，它也不会让你不能去使用深度融合去拍照 ，OK。那场景侦测，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拍照它都是用人工智能啊，还有演算法去侦测你这个场景是什么。那如果你觉得它在同个情况下，它常常会因为侦测而做出一些误判，然后上面的画面你不是很喜欢的话，那你可以把它关掉。那我基本上就是开启，因为我觉得它现在目前拍摄起来的效果，在不管是脸啊，或是云啊，或是背景这些侦测出来的效果，我都还蛮喜欢的，所以我就把它开启。那优先快速拍摄，就是在你常常要去连按照片的时候，它不会优先去想说这张照片要怎么样以最好的方式演算方面去呈现，它会先优先让你先减少它的演算，让你先去截取到这个画面。那这个我开启是因为我觉得有些画面我宁可先抓到它之后，那可能有一些曝光什么的差别，我事后再来做调整就好。那如果你有小孩子啊或宠物的话，我也建议你用这种方式拍会比较好，不然常常有时候慢一下就拍不到。镜头矫正这个就是针对前置镜头还有超广角，我觉得开启，因为没有矫正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差。那智慧型 HDR 这个部分的话，选择就是在于深度融合跟有没有深度融合。如果你开启的话，它就不会使用深度融合。可以玩看这两个照片比较起来会是怎么样。那深度融合就是在光源比较不好的时候，它会开启深度融合。那针对一些细节的部分，它会用比较多张的照片去做融合，然后让它细节呈现起来更清楚。那我自己其实在很多状况下，它的差别是非常微小，那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好，那设定大致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跳到相机的画面。首先我们先来看拍照。那拍照在左上角这边哦，这个都是固定的啦。再来在摄影什么都是一样。上面这个闪电就是要不要开启闪光或是关闭。那左边这边有一个好像月亮有个圈圈的这个图示呢，这个就是夜拍模式有没有开启。那如果你现在把手，你可以看到它可以。那你点下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调整它的自动，或是它的秒数，或是关闭。OK， 那这个就是在有开启夜拍的时候，你可以做调整。好，那这边有一个向下的箭头，它基本上就是开启或是关闭更多的选择。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下面这些怎么去设定。那右边有这个 RAW 档，那这个就是 Apple Pro RAW。那如果你在刚刚设定的时候有开启 Apple Pro RAW 的话，那这边就可以选择要再去开启或是关闭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多一层方便了，你可以先开启，那事后再来这边选择你要不要使用它。那右边这边就是原框照片，开启的时候你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它同时会有一段短影片录影到，就是说你拍摄这张照片的前1秒或2秒，或者事后的1秒2秒。在你事后如果你觉得说，拍小孩子啊，去追小孩的时候，你觉得他有时候眨眼睛啊，或是有什么画面没有捕捉到的话，那原框照片这个就蛮方便，因为你事后可以再跳回来去选这张照片你要停在哪一个定格，或者是你就是想保留这一段影片，那这种时候你也可以用原框照片，也是蛮实用的。好，那再到下面这边就是有3颗镜头的选择 ，OK， 那就是 0.5、1跟 2.5。那我这一台是12 Pro Max， 所以它在长焦镜是 2.5 倍。那如果你用的是像是 11 Pro 啊或者先前的版本的话，它的长焦镜就是2倍。OK， 那你切换镜头的话，可以直接点去切换。点不一样的点 ，OK， 那你也可以按着它不要放，然后可以这样比较滑顺的去切换。如果你今天想切换的倍率是比较可能不是直接1到 2.5， 可能 1.5 之间的话，那你可以这样去做。那主要要知道就是说，真正的变焦只有这个3颗镜头的焦段，这3颗都是定焦镜。至于说在1跟 2.5 之间，就 1.1 到 2.4 之间，这个都是用数位的方式去裁切。2.6 到12以上，它也是用数位的方式去裁切。就是记得在这个整数数字的之间，它都是数位方式的去裁切这样子。那也要记得就是说，在长焦镜头的部分，它在光源不好的时候，它还是会选择用主镜头1倍镜去做 2.5 倍的裁切，或是2倍的裁切。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上面这个箭头，你可以这样去开启更多设定，或者是你直接在手按在拍照这边把它滑上来。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闪光灯啊，你可以再选进去要自动开启还是关闭啊，然后夜拍也是一样，可以再进去选择，然后原框照片也可以自动开启或是关闭。
然后4:3，那这个就是拍照片的比例 ，OK？ 那它原生的感光元件是4:3的比例。那在这个加减的话，就是可以预设它的曝光值。那这边的话，就是你定了一个点，它就可以定在这个点。那你可以拍每张照片的时候，它就定在这个点去拍照。那这个，比如说你今天要在一个比较暗的地方，那可能它的光源对比比较强烈，那你的主体你就想把它设定好，它的曝光是一个可能比较高或是比较低的情况，你就可以先在这边预设。那再来，我们就来看转过去，这边有一个时间，那这个就是预计它的什么时候按下快门，3秒和10秒。有时候在自拍团体照的时候很方便。那再过去这个就是预设的滤镜。OK， 那这个其实你预设什么，你事后还是可以去调整啦。或是你觉得今天要拍一系列的照片，你懒得事后一个一个上，那就可以先把它设定好。那 HDR 你可以开启或是关闭，在这边 Apple ProRAW 这边也可以开启或关闭。那刚刚在设定有讲到，就是说这个构图的格线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吼？其实你看。我现在开启这个构图的格线，它就有9宫格出来。那你在构图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你什么主体要放在大概什么比例的地方。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我在垂直向下拍的时候，拍摄这种完美照的时候，当这个十字点至中的时候，因为我要开那个至中的玩笑，没有。一样的梗我不会开2次，所以当它至中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现在这个手机是平行的180度。那如果你在拍摄这种照片的时候，你可以确定就是说它跟下面的桌面啊，或是地面什么平面是呈现平行的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在开启这个构图格线的时候，这个功能才会出现。所以对我而言，这个还蛮重要的。OK， 那还有现在在按下快门拍照的时候，如果你按着不要放。它就会进入拍摄影片。那这边拍摄影片的格式呢，就不会像录影的格式这么好，可以拍到4K。这边录影的这个比例会有点比较不一样，然后它的格式就是只有到1080p。那如果你现在手指向右边这个锁号滑过去的话，它就会定在这个录影格式，你手就不用一直按着。OK， 那如果你不想用这个音量键去连拍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按着这个快门的时候就很快向右滑。它就会进行连拍，所以就看你自己平常使用的习惯怎么样。那现在这个拍摄的这些界面跟先前都有点不太一样。好，那再来我们就到人像好了。人像，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有长焦镜的 iPhone 的型号的话，你人像它预设就是在2.5倍或是2倍，它就会用那颗长焦镜。那如果你要切换的话，就是按这个2.5倍的地方去切换。OK， 那上面还是一样有闪光灯啊，有这个选择啊，然后有这个 HDR 的开启或关闭，然后这个 F2.8 的地方就是让你去加强或是减弱它虚化，因为这边的虚化都是数位的方式，所以你点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2.8，那它最高可以到1.4，你可以看到它的背景就更模糊了。OK， 那这边都是用数位的方式啊，主要就是让你先看到，就是说你怎样的选择拍起来会是怎么样的效果，就是有助于你构图。那其实，在你拍摄完之后，这个数位虚化都还可以在照片上去选择，所以这边我预设就是在2.8。那再来的话，你滑上去的话，还是先前那些所有的设定都有，所以你就记住这一点，你都可以使用。那这边看到这边自然光的部分，那这个就在你拍摄人像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它打光的方式。你现在拍摄的时候怎么设定，你事后都还可以再回来。在照片上面去做调整，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就是先用原本预设的拍就好。全景的话应该不太需要讲了吧，大概就是这样子。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镜头拍全景，然后你点下去这个画面的箭头的话，它就可以选择从左边拍过来或者右边拍过来。那你按拍的时候，你就是照着这个画面这样走，这样子 ，OK。那录影一样，你左上角的这个闪光灯，那这边的闪光灯就不是用打闪光的方式，就是比较像是补光灯的方式。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一个自动闪光灯，它就会在比较暗的时候才会开启这个灯，那这个灯就是很亮的，就是等于是补光这样子。那你在右上角你看到这个4K 跟24。OK， 那这个就是刚刚在录影格式的选择，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面做切换，所以以后就不用在相机里面做切换。那你这边就可以选择 4K 或是 HD。OK， 那右边的帧数你就可以在 4K 的部分你可以选择24、30跟60。OK， 那在 HD 的部分你就只能选择30跟60，所以这个非常方便，可以直接过来这边设定，就直接点着上面这个数字就可以更改。OK， 那录影的时候当然也是可以，就是进行它的曝光的调整，这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用。那你按下录影的时候，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啦，就是上面这边有一个白色的圆圈圈哦，左下角啦 OK，
那你按的时候，它就会进行拍照。所以你有时候在录影的时候，你又想拍下这个定格的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拍。好，那再来就是慢动作。慢动作的话，你可以注意到它的右上角这边也是可以进行帧数的改变，因为它现在就只有支援到 HD， 所以你就只能在 120P 跟 220P 做改变。那曝光方面，你也可以向上滑，这样去做调整。OK， 好，那再来就是在缩时摄影。那缩时摄影现在在12有支援夜拍，所以你基本上也可以先去做曝光的调整。OK，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不管你是从 Android 换过来啊，还是从旧一点的 iPhone， 还是这是你的第一支 iPhone， 你都能很快的上手这个相机的整个界面。那也希望这样的影片对一些新入手的人，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平常没有在研究的人有点帮助。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然后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OK， 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